你敢相信吗？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融资有 99% 都流向了新加坡。你第一反应是不是新加坡已经把整个东南亚的 AI 产业都吃下来了？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实可能会完全颠覆这个直觉。真正的算力在马来西亚，真正的人口市场在印尼，真正的制造能力在泰国和越南，而新加坡既没有最多的土地，也没有最便宜的电力。那他凭什么拿走 99% 的融资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根本就不打算成为最大的 AI 工厂，他想成为的是整个东南亚 AI 生态系统的总开关。未来谁融资，谁上市，谁并购，谁制定规则，谁连接国际资本，全都绕不开新加坡。这个 99%说明的不是新加坡已经赢了，而是恰恰说明一场更大的区域产业分工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先来看一份最新报告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句话：股权融资反映的是企业注册地，而非实际运营布局。这句话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 99% 这个数字本身。根据 Traxon 的数据，2019年到2026年，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领域累计披露的融资大约是 15.3 亿新元，其中 99% 流向了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脑子里会自动浮现出一个画面，整个东南亚的 AI 机房全建在新加坡了。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真正发生的事情是， AI 企业们更愿意把总部，或者说把公司的户口设在新加坡，原因非常现实。这里拥有更成熟的融资体系，聚集了最多的国际基金，法律环境稳定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，而且未来想要 IPO 退出也最方便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占据的是企业的身份证，而不是所有的服务器。它赚的是资本调度的钱，而不是全部电费和硬件的钱。那么，既然机房不在新加坡，它们到底在哪？如果你把整个东南亚版图拼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格局正在成型。新加坡负责资本，马来西亚负责算力，印尼负责用户，泰国和越南负责制造与应用。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分工？因为每个国家的底层禀赋完全不同。新加坡缺土地，缺能源，缺人口，但他手里握着资本与规则优势。相比之下，马来西亚土地丰富，电价相对便宜，尤其是柔佛州的数据中心正在疯狂扩张。数据显示，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运营容量已经超过1吉瓦，在建和规划的项目更是超过了6吉瓦。再看印尼，超过 2.8 亿的人口规模，天然就是东南亚最大的 AI 消费市场。于是，整个东南亚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产业协作模式，就像过去几十年，香港负责金融，珠三角负责制造一样。今天在东南亚变成了新加坡负责资本配置，周边国家负责物理基础设施。这绝对不是赢者通吃，而是整个区域分工的系统性升级。不过，在这场升级里，新加坡真的高枕无忧了吗？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来了。这份报告还指出，仅仅3家公司就占据了大约 98% 的融资规模，其中单单 Minimax 一家就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融资金额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15亿新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很惊人，但实际上，东南亚的 AI 生态仍然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。美国 AI 产业为什么可怕？因为它拥有 OpenAI、Anthropic、xAI、Scale AI、CoreWeave 等等一大批巨头在共同成长。即使其中一家公司失败了，整个生态依然稳固。而东南亚目前的局面更像什么？像是一棵大树下面，稀稀拉拉长着几株幼苗。头部企业的动向直接决定了整个区域的融资曲线。一旦头部企业受挫，整体的融资数据就会剧烈波动。所以，这 99% 的背后，反映出的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生态，而是生态仍然很薄。这才是新加坡当下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。而且，更危险的信号
还在后面。报告中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挖的数据，从2023年到2026年，除了 Minimax 的上市路径之外，整个区域几乎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晚期融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新加坡非常擅长把公司生出来，却未必擅长把它们养大。它现在就像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孵化器，种子轮很多， A 轮也很多，但真正能够在这里成长为100亿美元估值的平台级公司却少之又少。于是问题就出现了，为什么创业者成长到一定阶段后会选择离开？为什么大体量的资金没有继续留在这里？顶尖人才为什么最终还是流向了更大的市场？如果无法解决这个断层问题，新加坡未来很有可能只会变成亚洲 AI 创业的中转站，而不是终点站。下一阶段真正的竞争，已经不是谁能吸引更多的初创公司，而是谁能够培育出东南亚自己的 OpenAI。这比保住那 99% 的份额要重要得多。那么，面对这种困局，新加坡到底在赌什么？如果把前面所有的现象串联起来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加坡战略。它现在越来越少去争夺最大的机房、最低的电价，或者最多的人口。它越来越重视的是谁来决定资金的流向，谁来制定合规的框架，谁来管理知识产权，谁来负责跨境融资，以及谁来连接全球资本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正在压住一件事，掌握流动性比拥有资源本身更重要。这其实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一次次取得成功的底层秘诀。港口时代，它控制货物的流动；金融时代，它控制资本的流动；航空时代，它控制人员的流动；而到了今天的 AI 时代，它希望控制技术与资本的流动，从而成为整个东南亚 AI 生态系统的绝对调度中心。东南亚的 AI 时代正在形成全新的分工，新加坡负责资本大脑，马来西亚负责算力肌肉，印尼负责市场腹地，泰国与越南负责制造与应用。而新加坡真正想赢的，从来都不是机房的数量，而是当东南亚每建设一座数据中心，每诞生一家 AI 公司，每完成一轮融资，每推动一次并购，背后的资金、法律、人才与决策，最终都要经过新加坡。99%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更大赌局的开始。因为对于这个没有资源、没有人口优势的小国来说，它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拥有最多，而是成为所有资源流动时那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东南亚 AI 真的形成了这种新加坡负责资本，周边国家负责资源的模式，你觉得新加坡会成为亚洲版的硅谷，还是只是一个高效的资本中转站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拆解新闻背后国家战略、产业逻辑与区域竞争的深度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因为下一次，当你在看到一个震撼的数字时，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数字背后那套正在悄悄改变东南亚未来的游戏规则。